可恶！本座乃是三界最大的反派，好不容易把男女主干到团灭，天道小儿竟趁我不备把我劈死，还把我扔进一本狗血小说里。无耻！无耻！竟然让我成为一个炮灰反派的女儿！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作为本书中有疯变的超强反派，十九州毁天灭地，暴虐无情，直到遇上女主，画风突变成了顶级舔狗。小周，为了女主，不仅心甘情愿让出皇位，还送钱送人脉，最后被女主背刺而死。主角团踩着他的战功和尸体，登上权力之巅，权倾朝野，而他只留下一具枯骨在乱葬岗，等我去捡。好好的一个疯批反派，为了绿茶窝窝囊囊为爱而死，怂的简直不像我的种。既然我来了，那我就要改变你的结局，带你一统天下，毁灭世界。哟，谁家走丢的小糯米团子？王府重地可不是你随便能进的。本座来的就是秦王府。哼，人小小的，脾气倒是不小，想闯王府，先过小爷这一关。放开本座！士可杀不可辱！等本座一统天下，把你们都杀了！都杀了！何事喧哗？参见王爷。参见王爷。王爷，炮灰的反派，原主的亲爹，父王。秦九州日日酗酒，老皇帝常派人到酒馆抓他，丢去喂狗。秦九州，你个杀千刀的，我娘等你等的人都没了！呸！渣男，咒你断子绝孙！我娘叫瘟疫，6年前你被人下春药，是我娘，哪位圣上担心王爷成为孤家寡人，没想到王爷连孩子都有啊！属下这就回去禀报圣上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我干什么？我饿了，去备吃的吧。哼！当务之急，还是要把这几个反派头子的心腹策反，随机一统天。慢点儿，这眉眼活脱脱是照着王爷小时候的模子刻下的，王爷怕不是生了个自己。吃饱了？王爷，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这孩子的长相
了救白皙青中了媚药，还为了自己的清誉，不愿为你找大夫，便逼着我娘为你解药。温姑娘有孕，她怎么不告诉我？她准备自己养大我，可半年前她坠崖惨死了，我才来投奔你。这爹，秦九州认也得认，不认也得认。滴血认亲，叫你们看看到底谁才是爹。滴血认亲，叫你们看看谁是爹。好痛啊！三弟小郡主，看清楚了吧？证据确凿，你爹我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你爹。糟了，这破嘴好像还是不对。罢了，甭管谁是爹，不就是白皙青吗？用得着你酗酒找死？只要你听本座的话，杀了男主和太子，一统天下，不只是白皙青，本座给你找上10个8个红橙黄绿皙青都不是问题。等你玩腻了，本座帮你毁灭世界也未尝不可。这丫头究竟在说什么？她是如何知晓我心存死志？男主又是什么？还有杀了太子，一统天下，毁灭世界，如此大逆不道！把他带出去，通读大周律，让他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秦九州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本座刚刚放你一马，现在再放你一马。不过你记住，本座是大反派，不是放马的。秦九州，你想干什么？王爷好像在发一种很新的疯啊！不好了，王爷！元后夫人请您去香味楼，听来人说夫人哭得很伤心。仙味楼，原著里白皙青在仙味楼里羞辱朝廷重臣，让秦九州顶包，导致皇帝对秦九州彻底失望，这是压垮秦九州的重要剧情线之一。定是萧景又欺负青青了。不能去仙味楼，他会害死你的。不能去仙味楼，他会害死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哎，没法跟你解释那么多，你想得到他吗？我可以帮你。据我所知，白皙青有个弟弟，虽然纨绔，但很受他的疼爱。男主萧景与他争吵的多数原因，就是给这个弟弟擦屁股。然后呢？把他弟弟绑来，叫他拿儿子来换，若他不换，则与娘家人关系破裂；若他换，他们夫妻感情破裂，他就不得不依靠你。这种下三滥的恶毒手段，就算王爷是屠夫的那些年也没做过呀。小郡主，挺熟练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果然是王爷亲生的，青出于蓝还胜于蓝。谁教你的？这还用教？谁能教得了我？这普天之下，谁能有本座恶毒狠辣？你才6岁，心思竟如此歹毒。别打我！救命啊！你觉得哪里不合适可以商量吗？要不绑他儿
杨家人都绑来，不，请过来，或者直接杀去永安侯府，杀夫夺妻也行啊。顺便再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。哎呦，别打了，我的小郡主呀！我以前觉得王爷心狠手辣，暴虐无情，可没想到跟小郡主比起来，他还残存着一丝道德底线。现在告诉本王，你还想不想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了？你还想不想灭掉太子，一统天下了？想，不想，不敢想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小郡主都认错了。王爷，您快住手吧！哎呦，这小脸打的都打红了，您再狠也不能虐待孩子呀！脸红那是跑的，本王打着他一根手指头了吗？传圣上谕旨，秦王接旨。传圣上谕旨，明日请秦王带小郡主入宫觐见。不必叨扰父皇。好呀，软软可想皇祖父啦。想来刚刚御前的人已经将我的事禀报给老皇帝，老皇帝还挺给力的，面都没见就认了我。这位便是小郡主吧？长得可真像王爷。皇上知道您认祖归宗，可高兴得很呐。明天软软就觐见皇祖父。王爷，侯府的人离开前说叫您快点出门，侯夫人不耐烦在等您。没眼色的东西！这么着急，那还等什么？走吧。又想使什么下三滥的招数？我这是在帮你。今日有本王在，你休想离开府门半步。王爷不去见白七星了。王爷是女儿奴，我们有救了。王爷，我这就派人去回了永安侯夫人。把库里那套白玉头面送给千青赔罪。是。想关注本座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小郡主，你怎么溜出来了？王爷明明下令……我来瞧瞧让爹爹神魂颠倒的女人，有何不可吗？郡主慎言，那是永安侯夫人，这话传出去……那秦九州给有夫之妇送珠宝首饰，就是正人君子所为。王爷那是眼瞎啊！听着，本座就看透了，你也忍不了这个顶级恋爱脑。你对小琴很不满。属下不……嘘，男人别总把不字挂在嘴边。作为反派的心腹，尔等岂能坐以待毙？看着主公在歧路上裸奔，就应该和本座一起强取豪夺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小郡主在外流落多年，怕是饿坏了脑子。听不懂也没关系，你只需要配合本座，随本座去会会那个白莲花。凭什么让我们走？秦九州，
你如此行事，就不怕文武百官弹劾？弹劾！别打了！我们吃的好好的，秦王未免也太过霸道了。如此不顾及百姓，实在枉为天皇贵胄。怎么了？想必是几个富商清场时口出恶言，奴婢已经用秦王的名义让侍卫教训了他们一顿。原来是些低贱平民，难怪声音如此俗气吵闹。吩咐下去，拒不离场的，都给我狠狠教训。拒不离场的，都给我狠狠教训。是。这就是把秦九州迷得神魂颠倒的白溪清，全书中咖位最大的女主。萧夫人，秦九州呢？想必是又去珍宝阁给您买首饰了。既然是要买首饰，为何不早片刻出门，竟敢叫我等他1刻钟？你且告诉他，今日把珍宝阁搬空都哄不好我，叫他自己掂量着办。就是，让我们夫人等这么久，真让我们夫人生气。届时秦王捧着千金首饰跪下来求都不够。夫人，这什么？送那头面也太费钱了，这东西配它。这石头寓意着坚贞不渝。王爷说了，只有此物才能配得上夫人高洁的品质，请夫人笑纳。秦九州人呢？王爷有事，没空理你。托小郡主的福，王爷头一回拒绝白喜庆，可以载入史册啊！罢了，大抵是我讨人嫌了。你回了他，以后我绝不会再来烦他。在下会转告王爷的。告辞。秦九州好大的胆子！夫人莫气，欲擒故纵罢了。堂堂王爷可真是无耻！若非刺激侯爷，我怎会亲近秦九州？没想到他竟因此心生妄想。罢了，我们回府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这是今日账单。记秦王府的账。可，夫人，可秦王府刚传令，除了正主消费，其他一律结限。什么？今日不收账，小人没法交代呀。夫人，还请您谅解。什么？2500两？除去500两菜金，这其他的都是清场的费用啊。这其他的都是清场的费用啊。秦九州难道想用这些小钱逼我就范？夫人，谢谢夫人。秦九州，他日你不加倍奉还，我定不会再理你。仙位楼的事情解决了，余下就等明日见到皇帝见招拆招了。
别睡了，起来起来，你跟我说说那老头怎么样啊？好相处吗？哪个老头？你亲爹呀。今日只是走个过场，他没心思多搭理你。你跟你亲爹关系不怎么样嘛，他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你。我倒宁愿他不是亲爹。唉，肯定是他的错。不过你记住，我和他们不一样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无条件的维护你。我有你这个大反派儿子，宠都来不及，哪会嫌弃呀？唉，他可真不知好歹。你说谁是儿子啊？你说谁是儿子啊？秦王殿下，皇上刚下朝，正在乾元宫等您。这凶残暴虐的秦王，闺女居然这么天真讨喜。哎呀，这么可爱灵动的小姑娘，秦王竟也狠得下手去打，简直丧尽天良。还没碰着他，就先咬了本王一口，属狗的都没这么能咬。真有眼色。你腿太短，本王懒得等你。今日父皇让我女儿来做陪衬。太子殿下听闻你有后，欣喜不已。正巧寿康郡主刚读完大学，想请皇上赐教，太子殿下便带着他与皇长孙前来，也给小郡主做个玩伴。殿下，您请。傻愣着干嘛？进呀！秦王到！儿臣参见父皇。孽障！仗势欺人，辱骂朝廷命官，朕怎么就生出了你这么个东西？父皇息怒，想让朕息怒，你就少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来。父皇息怒，大皇兄昨日应是一时冲动，他若早知屈尚书会在仙位楼中，定不会强行驱散，纵奴侮辱屈尚书。仙位楼，这就是太子，真是好算计。表面为秦九州说话，言语间却坐实了他的罪名。若屈尚书不在仙位楼，你就能欺负百姓，辱骂官员吗？朕亡父上天眷顾，竟生出了如此暴虐凉薄的儿子。昨日我没赴约，难道是西青惹到了屈尚书？来人，将秦王……可我们昨日没去仙位楼呀。昨日永安侯夫人找我父皇去仙位楼，父王为了照顾我就拒绝了。我们昨日没去仙位楼，也没有仗势欺人呀。皇祖父，昨日发生什么事了吗？白西青怎么会主动约周儿？回小郡主的话，今日早朝，屈尚书当庭参秦王于仙位楼纵奴行凶，侮辱朝廷命官，伤及百姓，是我干的。若不扛下此事，父皇必会重罚西青，他在永安侯府的处境会更艰难，请父皇责罚。瞎嚷嚷什么？你做了什么？我能不知道啊？长能耐了，敢冒认罪名？长能耐了，敢冒认罪名？昨天发生了什么？皇祖父可以派人去查，清者自清，我们不怕。周儿暴虐无情，
这孩子打了他，还能好生生站在这里，实在叫人惊讶。王福，去查。当然，他冒认罪名这点实在不像话，回头我一定好生教训他。今日叫皇祖父看笑话了。无妨，无妨。看着我干什么？你就是皇兄的女儿？我不是，她是我女儿。净说些废话。你怎么……皇祖父，我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果然是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。拜见皇祖父。不向长辈行礼问安也就算了，竟还敢直视圣言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你在说我吗？可是你见到我父王也没有行礼呀，还是我搞错辈分了？该我父王向你行礼。见过秦王叔。啊，原来你不是长辈啊，真没规矩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皇祖父，您看看他。来，过来，让朕瞧瞧你。这就是龙椅呀，好想要。你在看什么？龙椅。灭掉太子，坐稳皇位，一统天下，毁灭世界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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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软软这般口无遮拦，若被有心人曲解，皇府上下都得掉脑袋。软软，不可放肆！软软，不可放肆！龙椅乃万民叩拜之物，非真龙不可居持。我头一回见到，心中自然好奇。好一个非真龙不可居之！软软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地，来，坐上来。这孩子出口成章，瞧着倒是伶俐的很。可曾读过什么书吗？乡野长大的糙丫头，怎么可能读过书？可若不曾读过书，那些出口成章的谄媚之言，又是谁教他的？四书五经我都读过。哦，你识字？识得，老娘活了100年了，什么书没读过？我就是学霸。一个没规矩的乡下丫头，也敢说自己饱读诗书，你可知欺君之罪当斩？不知不语，此为质，寿康枉承才女之命。皇兄何必跟小辈计较？软软是吗？你才6岁，怎么可能读懂四书五经呢？你寿康姐姐日夜苦读，也才粗略读完大学。小孩子若是撒谎的话，可是要挨手心的。二位魏立武6载风霜，岂可妄言胸无点墨，颈歪之见，徒增笑耳。老公活了6年，6年都是风霜，这丫头真是……不过也确实是识文断字了。瞧你大年纪，却蠢笨得很，可曾吃过什么药？此女粗鄙狂妄，如此羞辱父王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像，太像了。当初的元后便是如此。元后，自元后离世，父皇就念及了她。若这丫头因此得了父皇的偏爱，皇
软软，此名也好，冠以国姓。朕赐你封号承安，望你一世长安。多谢皇祖父。这太重了，只有东宫才配，父皇怎么会？谢父皇赏赐。陈安，封后就压我一头，这贱人凭什么？秦九州不过是西庆姑妈的狗，那他的女儿也应该是我的狗。生母不详的贱人，你凭什么冠以国姓？皇兄，你此举为何？秦九州打了太子。本王不打幼童，若他们实在嘴贱，便只能训其父母。毕竟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寿康，他不过童言无忌罢了。皇祖父，孙儿知错了，孙儿是无心之事，甘愿受罚。可王叔当殿行凶，羞辱父王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请皇祖父为东宫主持公道，严惩王叔以下犯上之罪。惨了，秦九州为了白皙卿，不会和东宫作对。可若是认了这以下犯上的罪名，明天弹劾的奏折能把他埋了。难道被老皇帝厌弃的剧情注定不能逆转？够了！金殿之上，成何体统？金殿之上，成何体统？秦王嚣张跋扈，当众殴打太子，罚俸半年，以示惩戒。这挨千刀的败家老爷们，一拳就一拳啊，半年的俸禄就没了。太子，儿臣在。寿康诋毁朕亲封的承安郡主，该当何罪？儿臣教女无方，寿康殿前失仪，请父皇重罚。寿康口出恶言，毫无怜爱手足之心。朕念你年纪尚小，童言无忌，即日起禁足东宫偏殿，抄写孝经，女则各百遍。唯有朕旨，不得踏出偏殿半步。身为东宫嫡子，遇事不思调和，一并禁足，抄写《论语》50遍。孙儿领旨。太子，管教不严，罚俸半年，以儆效尤。儿臣领旨。朕的惩罚，你有疑义？儿臣不敢，儿臣一时激愤，伤了太子，愿令责罚。但若重来一次，本王照打不误。好一个照打不误！你果然还是这般混不吝的性子。既然如此，罚俸增至1年，回府面壁思过3天，给朕滚回去，好好想想。谢父皇。钱啊，1整年的钱啊！说这些屁话，还不如多打太子2拳。本座的心好痛。还好，皇祖父深明大义，赏了我这么多好东西。要不然靠着秦九州这个败家爷们儿，本座下半辈子真得喝西北风了。果然还是抱紧皇帝大腿最实在。今日吾与皇祖父相谈甚欢，以后你常出宫来陪我玩。唉，人小了就是寂寞，盼着有个说说话的。好，有了孩子，便改改你那纨绔的习性。你看看你眼下那情黑，昨晚做贼去了，你自己风流暴虐，可别带坏了软软。听话，别顶嘴，给个面子。周儿对这孩子的确不同。走，软软。这惩罚雷声大雨点小，父皇果
然还是兵行秦九州。父王莫急，只要有西青姑母在，整个秦王府都是您的狗。是啊，和自家的狗计较什么呢？哼！皇上，奴才已查明，昨日秦王殿下并未现身仙位楼，且闹事之人皆是永安侯府家丁。岂有此理！敢借亲王之名行凶伤人，好大的胆子！周儿的罪状皆因白喜清而起，难道全是周儿为他扛下罪名？王爷，方才御前降旨，称永安侯夫人纵奴行凶，殴打百姓，侮辱尚书，还陷害亲王。永安侯夫人已被褫夺其诰命。什么？御前怎会降如此重罪？御前怎会降如此重罪？他纵奴行凶，侮辱尚书已是重罪，还将一切都推到您身上，圣上怎能不怒？不愧是做皇帝的，效率这么高。让我的人背黑锅，只是褫夺诰命，算是便宜他了。哼！昨日王爷爽约，使我们夫人受辱，今日又闹到御前，未免有点太过无耻。好个恶奴，一上来就倒打一耙。放肆！分明是你们打着秦王府的旗号仗势欺人，无耻的到底是谁呀？知府，亲亲在哪？夫人听完圣旨吐了血，你还要去刺激他吗？什么？亲亲吐血了？夫人一生傲骨，何曾受过如此屈辱？王爷若不愿再与夫人来往，直说便是，何必闹到御前，使我们家夫人平白受此无妄之灾？我没有。行说上是你惹出来的，你若不进宫求皇上收回成命，日后便别再与我家夫人来往。我们家夫人生平最恨的，便是你们这种没有担当的小人。你说谁是没有担当的小人？秦王府的狗也配在我面前乱吠？我与王爷说话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温逸的女儿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嗨，我是温软，有没有被我迷倒？王爷若要如此绝情，以后我们家夫人是生是死与你无任何关系。不，你去告诉亲亲，本王会替他讨回公道。哎呀，你去告诉亲亲，本王会替他讨回公道。王爷，圣旨已定，没有朝令夕改的道理，您进宫面圣也没有用啊！死恋爱脑，清醒一点啊！你去一趟，让他用元后留下的东西作为交换，替我抗旨。是。谁人不知秦王有着元后娘娘留下的诸多资源，若是拿资源作为交换，圣上难免会不点头。现下就看在王爷心里，究竟是身外之物重要，还是我家夫人更为重要了。那是娘娘留给王爷的东西，不是给你们主子擦屁股的。话已带到，王爷若不解决此事，日后我们家夫人不理你，可别怪奴婢没提醒过。夫人，她当真是温逸的女儿？她没死，奴婢也觉得不可思议。当年派出去的刺客，均确认母女二人断了气的，不过是侥幸活下来的野种罢了。有的是时间慢慢解决。刚刚丫鬟怎么见了我，跟见了鬼似的？王爷，圣旨已下，您若是去了，就算搬出元后娘娘的情分作保，也受不住这龙颜大怒啊！本王何尝不知？但事关亲亲，
本王无法不应。原来舔狗是这样的呀，今儿个总算是见到活的了。原来舔狗是这样的呀，今儿个总算是见到活的了。舔狗是什么狗？是什么狗？你自己照照镜子不就知道了？摇尾乞怜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你本该是以秒天秒地的阴湿反派，却生成了一个偏偏只会围着女主转的卑微舔狗。你瞧瞧你，哪有半点亲王的样子？知不知羞啊？给本王闭嘴！回来再跟你算账。啊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入沟，不许去。放开！我今儿才跟大皇帝搭上线，你转头就要出他眉头，你叫我脸往哪里搁？再说了，你替白皙晴擦的屁股还少吗？他何曾理过你，给过你一个好脸色吗？他摆明了对你就是利用，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做事能不能动点脑子？不许你这么诋毁他！青青一生傲骨，从未曾求本王什么，本王对他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。哼，若真有一身傲骨，那丫鬟就不会登门指着你的鼻子做事了。若不是主子授意，哪个奴才敢叫亲王做事？把便宜都占去了，黑锅留给你来背，到底是真傲骨还是假做派？住口！我的个小祖宗啊！别把王爷给气疯了。王爷息怒，您自己得罪了皇上不要紧，可别连累了小郡主啊！小郡主还这么小，万一跟着王府被迁怒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你怎么样？还想打我吗？即使如此，本王也不能放着青青不管。即使如此，本王也不能放着青青不管。我的命好苦啊！才刚没了娘亲，好不容易找到了爹爹，扶都没想就要被连累的掉脑袋了。与其被大皇帝犟嘴，砍头抄家，不如现在就一头撞死，早些投胎，下辈子找个靠谱的爹。王爷，这丫头惯会使些诡计骗人，她不愿我去找青青，只是装的罢了。我不活了！不活了！你去开库房，将西青昨日伤的那人送去医馆，再赔500两银子，另外备上重礼，去曲府道歉。再去城外以西青的名义施粥送医，叫酒馆茶楼扬他善名。是王爷。王爷这是不打算进宫了？迟迟等不到我的消息，青青必定心急，还是得去见见青青。你寸步不离的紧跟他，若他闹出事来，唯你是问。是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？王爷的轻功独步天下，现在却成了做梁上君子的利器了。唉，他是去找白皙晴了。绝顶轻功都用在这上头了，永安侯府能躲会藏的老鼠见到他，都得叫一声祖师爷。大材小用，悲哉悲哉啊！这都不算什么。你看王爷刚才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费了这么大财力，只为了给白皙晴扬名。好大的狗胆，竟然敢用本座的钱送人！啥？这不是王爷的钱吗？笨，我是他的女儿，他的不就是我的吗？没想到白皙晴这一张嘴，讨饭可讨得真顺溜啊！如果真能勾到人家也就算了，可是永安侯夫人对王爷是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啊！唉，真怂啊！青青，
是我，开门让我见你一面。青青，青青，开门呐！秦九州，你非要回我青玉才安心是吗？秦九州，你非要回我青玉才安心是吗？萧景入宫未归，侯府没有人能发现我的踪迹。青青，我只是想确定你是否安好。今日之事，我怕你受委屈。王爷若真想让我们家夫人舒心，就按之前说好的，踏踏实实的做事，空口白话的关心就免了吧。这些你给青青，你告诉她，我秦九州说到做到，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夫人，男人啊，就是贱，你越是不理他，他越是巴巴的把好东西捧到你面前。这玉佩成色尚可，回头拿去给侯爷赏玩。王爷至今未去御前为您求情，莫不是舍不得元后的那些资源？急什么？我今日不见他，就是要逼他一把。以他的性子，见不到我，必定心急如焚，琢磨着怎么进宫面圣呢。为了我，他没什么舍不得的。我绝不能实现青青，我这就入宫为你夺回诰命，等我。没事吧？别哭了。宝儿，孩子，孩子，我的宝儿没事吧？多谢贵人勒马，小儿无知，冲撞了贵人。爹爹，我要回家。我们这就回家啊。家，软软。父王，滴血认亲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无条件的维护你。你见到我父王也没有失礼啊，我不管。软软孤苦无依，若是他摔倒了，为血又能跟谁苦呢？幕后难产离世，本王未曾体验过无爱。软软如今的遭遇，又何尝不死本王？拿着，给孩子买点好吃的。多谢贵人，压压惊。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，多谢多谢贵人，多谢贵人。孩子，和院内空无一人，连侍卫都撤了。到底发生了何事？难道糟了？温软，糟了，温软，莫不是有人得知温软回府的消息，趁我不在前来寻找？谁？是我。王爷，王府上的人都去了何处？府中上下所有人都听小郡主的安排，去了明珠院，听从小郡主训话。只是训话？是。那为何连大门的守卫都给撤去了？小郡主说不能落下一个人，所以关闭府门，带上所有侍卫们一块儿。清点完库房，所有账目立刻抄送一份到我房间里。从今日起，未经本座的允许，禁止秦九州那个败家老爷们动库房里的一分一毫。小郡主，这恐怕不合规矩，仓库向来由王爷。规矩，本座就是规矩。如今秦九州已经烂泥扶不上墙了，管家爷爷，你要认清形势。
别站错了队才好。管家，现在王府是小郡主当家，奴才任凭小郡主差遣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以后我们不仅要守住王府的每一分钱，就连之前被那老糊涂送出去的，也要尽数讨回来。走吧，去明珠院见见我亲爱的家人们。王府的天终于是要亮了。秦九州那个怂包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坐拥数百府兵，无数个暗卫，却连个太子之位都抢不来。唉，简直是丢尽我反派之脸。你们是秦王府的人，是反派的心腹，本该横行霸道，作威作福，可如今连永安侯府看门的狗腿子都敢对你们吆五喝六，告诉本座，你们甘心吗？不甘心，不甘心！大声点，给本座吼出来！不甘心！不甘心！不甘心！跟着秦九州，你们只能当个受气包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但跟了本座，你们便是人人闻风丧胆的反派军团，横扫天下。试想一下，以后你们上街，百姓瑟瑟发抖，权贵退避三舍，连太子见了你们都得跪下叫爷爷。告诉本座，你们想要吗？想要！大点声！想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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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所以他是想反了本王。小郡主已经策反了追风和管家，想要架空您。您要稍微振作一下，夺回属于您的一切嘛。当然，追风只是逢场作戏，但管家似乎是真心实意。孩子不打不成器，棍棒底下出孝子。现在愿意追随本座，共创反派伟业的，上前一步！Hello， 爹地。听说你要架空本王，既然你知道了，本座也不瞒你，如今秦王府尽在本座掌握，你完蛋了！来人，把这个过气的反派桃子给本座绑起来！你看看这天气，万里无云，白云飘飘，天空还特别蓝。怎么，本座指挥不动你们了？哎呀，奴才灶上还烧着水呢，得赶紧去看看。啊，奴婢还要去准备晚膳。哦，属下想起西院的墙角还未巡查，告辞。对，快走快走！管家爷爷，奴才誓死效忠郡主。哎呦，我这老腰怕是不行了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呢。嘿嘿。来，告诉本王，你的江山打多少了？告诉本王，你的江山打多少了？我只是想找大家玩，你只顾着去找白溪清，也不理我，还天天打我。
你要是嫌弃我，我走就是了。你还有理了？我没理，你是老大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我怕你也把我赶出家门。也？你被赶出过家门，你娘待你不好吗？我娘待我极好，只是刚来京城的时候，家里没钱，我娘也没有亲人，街坊四里都没人要我。那你在哪吃？在哪睡？我在京城破庙里，有一位乞丐老伯伯待我可好了，他说我聪明漂亮，愿意给我分馒头吃，馒头可香了。本王当初给了你娘5万两，还给了一个宅子数个铺面，足够你们娘俩吃喝一辈子了。有吗？我只记得我娘有个手帕胶，我娘死后，她拿了什么文书，秀才叔叔看过了，说有知府的印章，财产宅子都不是我娘的东西。一介富商攀不上知府，他们背后一定有人。王爷，温姑娘的信我们一封都没收到。去查。是。有人抢了瘟疫的东西，害死了原主母女。难道是女主？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完全没有这段记忆？不过是6岁的孩童，在镜面想来也留下了阴影。你是秦温软，也是当今圣上亲封的承安郡主，也是秦王府唯一的小主子。只有你赶别人出门的份儿。哼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！我要真能赶人，肯定先把你赶出家门。青青的事已经吩咐下去了，暂时不急，不如陪他玩玩。走吗？去哪儿？你不说本王不陪你吗？本王闲着也是闲着，看在你可怜的份上，便陪你玩会儿。还不快跟上！父王，你人真好。去换身衣服去，你这身打扮好像东厂里出来的公公。你折腾满府一通，就为了逗小郡主玩？你没发现自从小郡主闹起来之后，王爷都变得鲜活了很多吗？好像的确如此啊。小郡主才来了短短2日，王爷就变得又会怒又会笑，甚至追着小郡主满街跑，连风发到一半都能憋回去。不仅如此，我感觉只要小郡主一在，王爷好像就能忘了白喜庆。哦，似乎小郡主确实能够对付白喜庆。哎呀叛徒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小主明鉴呐，王爷武功高深莫测，如果今日我听你的去追他，转眼就会被打死。届时谁帮小主潜伏在王爷身边做内应，打探消息呢？内应？当然了，咱们被王爷抓了个现行，下面的人心已经乱了，所以属下想，与其坐以待毙，倒不如佯装反水，获取王爷的信任，届时再策反其他人。你倒挺机灵的嘛，可我怎么知道你究竟忠心于谁？
属下若非真心忠心于小主，刚才为什么要派遣府中所有的下人还有暗卫呢？这不是上赶着这王爷处置吗？属下对小主的忠心，天地可见。如今王爷已是强弩之末，小主才是众望所归。为了小主的宏图大业，即便属下日后被王爷处死，也在所不辞，绝对不会背叛小主的。孺子可教也，本座不会忘记你的付出的。待本座功成之日，必许你万人之上的权柄风光。能为小主效力，是属下三生有幸。至于权柄之事，都是身外之物，属下只想为小主肝脑涂地。本座的人格魅力果然无人能挡，如此便收服一名大将，不愧是天命所归。闹够了。你帮本座去把鱼烤了。要先刮鱼鳞。你别往火堆里扔啊，不然一会儿怎么吃啊？堂堂王爷何曾做过这等粗活？这火星子都燎上衣袍了呀！哎呀，调料都撒偏了，你怎么笨手笨脚的？唉，追风，你看看小琴，笨手笨脚的。这都已经半个时辰了，王爷竟然还没发疯！什么白喜庆、喝酒发疯的，王爷竟然全都抛在脑后了。吃吧。这还是王爷第一次烤鱼呢，还是小郡主面子大。哎，就是火候掌握的不好，肉还有点生。唉，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还得再练练呀，小琴。本王去更衣。去吧去吧，属下也告退了。去吧，可怜见的，回头给你留半条鱼。是。王爷，禀王爷，今日属下安抚小郡主，幸不辱命。辱骂本王，调遣暗卫，这叫幸不辱命。若非这样，又怎么能知道小郡主的真实想法？王爷心胸宽广，又关心小郡主，属下理应分忧。知道小郡主的真实想法，才能让您因材施教。追风的3个说辞，哪一句才是真的呀？可有伤着？内伤。可怜见的，快坐下吃鱼。多谢小郡主。大皇帝送了我好多宝贝，一会儿你随便挑，随便拿。小郡主视金钱为性命，这能让我随便挑？小郡主对我太好了吧！既然你跟了本座，本座自然也不会委屈了你。没良心的小东西，本王干了老半天，连条大鱼都不配吃。你的身份已经公而告之，该出去见见人。后日是昌平姑母的寿辰，你同本王一起去。昌平姑母。
昌平长公主是圣上的第3个妹妹，长袖善舞，夫君是安国公，实权在握。哦，昌平长公主，因为她女儿曾爱慕男主萧景，却被白皙卿害得名声尽毁，远嫁他乡，从此对女主和太子党处处刁难。若能生福，为我所用。又在想什么坏主意？白皙卿来不来？他被禁足抄写佛经，无暇出门。哦，本王还有要事要办，你且安分待着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暴虐凶残的王爷口中说出劝人向善的话，小郡主还是太全面了呀！说出这种场面话就能升他当男主，戏份当然是抢来的。白皙卿不能来，太子来不来？还有那个侯什么豪，萧景来不来？应该都会来吧。小郡主想做什么？扯他们脸皮！哟，大山的子孙哟！王爷，王爷的头风又发了，为什么不去死？死了便1两百两，不必受这钻心之痛。外面什么动静？小郡主召集全府人员，在山顶开演唱会呢。王爷今天不砸东西了。王爷，小郡主，小郡主，小郡主，太阳那个矮着了。小郡主，小郡主，小郡主竟然有如此歌声，简直宛如天籁，人生难得几回闻呐！追风就是我的痴小郡主意啊！小郡主，小郡主，好，好，以前怎么就没发现追风大人这么狗腿子？哦，小郡主，小郡主，这里的水路就莲花。小郡主，时间不早了，快下来睡吧。没事，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，都给本座嗨起来！大山的子孙哟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。小郡主，小郡主，让我看看你们舞动的双手，好吗？好，小郡主，还不快叫福音！快点醒醒！呀，嗨太阳哟！等着我请你们走吗？快走快走！混蛋，放开我！我演唱会还没开完呢，没有我灵动的歌声，你们睡得着吗？闭嘴！现在不睡，以后都别想睡。大山的子孙哟，爱太阳哟！昨晚是不是没有好好睡觉？今日我要拉拢昌平长公主，你给我清醒一点，不要失了秦王府的体面。小郡主竟不赖床，还知道叫醒王爷，真是个好孩子呀！你看，
这神小态郡主吧？长得也太像王爷了吧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哎，你看，软软吗？我是姑祖母啊。很好，这气场是有据。软软觉得您长得很漂亮，总觉得该叫姐姐。哎呀，这小嘴甜的，一看就是蜜罐泡大的可人儿。没大没小。叫姑祖母。祝姑祖母福寿绵绵，方言永驻。昨日还听皇兄说你识文断字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好孩子，你可真机灵。长公主也被我的魅力折服了。长公主，太子到了。侄儿带温软去花园逛逛。真没规矩，若非我们大度，何止才罚了这点俸禄？老臣参见秦王殿下。这就是陈安郡主吧？于殿下小时候长得如出一辙。上次屈尚书之事，属下先带小郡主去那边赏花了。这钱不能白丢。什么钱？俸禄啊，笨蛋！这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看某些人活腻了。那小郡主今日有什么想法吗？那还用说，太子害小秦伐凤，我得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比如，静待他最脆弱的时机，一击即中。太子武功不低，身边又有无数侍卫保护，按算刺杀的话，属下没有把握。谁要刺杀了？一会儿你使劲灌他球，别跟我说你做不到。秦九州的党羽应该还没灭干净吧？属下明白。王爷只说不准与太子动手，灌酒应该是可以的。这小混蛋打的什么鬼主意？不吃东西，反正爹爹不。他看太子做什么？喝点马尿你是心高气傲，抢我钱你是生死难料。哼！神神叨叨的。小郡主，小郡主你慢点儿，这是长公主府，不能胡来。这普天之下没有本座不能胡来的地方，若真有，本座便踏平了内地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太子在哪？还不报本座去找太子？太子喝多了，往厢房那个方向更衣去了。小郡主是想趁太子更衣的时候下药陷害。庸俗！你知道一个人什么时候最脆弱吗？受伤的时候。笨，当然是去茅房的时候。茅房？还不报本座去？
快走！小郡主，太子在那儿，他喝醉了，反应应该不会太灵敏。追风，就是现在，快动手！有刺客，快保护太子！谁？太子殿下，你没事吧？奴才该死，奴才什么也没看到。三弟，这是怎么了？刚刚有刺客！三姑，他可不知道。莫非是软软？长公主府戒备森严，怎会有刺客？莫非是三弟太过操劳？哎呀，若不是有刺客，不会这样。好了好了，莫要多言。你有这些癖好，也实在不该在我府中，别人还以为我苛待储君。姑母，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带太子去味儿！敢抢本座的钱，害本座的人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小殿上，小郡主，这可不光彩啊！用这种方式赢了，也毫无成就感可言呐。榆木脑袋，今日太子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危言扫地，说他日后登基，想起今日的狼狈模样，你觉得会怎样？灭口？哦，小郡主此举是想让其他大臣适当的踩另一条船来投靠王爷。这招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，还直接离间了太子党，高啊！当然，这些都是开胃小菜，下一个就是萧景了。我刚刚可亲眼看见太子他在茅房。什么？太子吃屎？老夫也是亲眼看见，没想到他在吃。哎呀，这真是什么味儿啊？真吃得下去？刚刚那一出好戏，是你干的？才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你觉得我会信？这种缺德下三滥的手段，普天之下除了你，还有谁能使得出来？万一是太子自己想尝？食不言，再多说一句，回去朝李记10遍。小琴，帮我倒杯茶。不好意思，手滑了。哎呀，快去换身衣裳吧，这么着岂不是失了王府体面？你与本王一起去。臭流氓，放开我！打闪的子孙哟！这是什么呀？这是？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好了，你放心去吧。可都安排妥当了。放心吧，郡主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。萧景已经入府，属下这就去引他过来。这位便是陈安郡主吗？萧景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叫什么萧景啊？叫曹操得了。
长得还真狗模狗样。哎呦，这怎么这么说话？怎么能如此呢？听闻郡主生于乡野，规矩上倒是差了些。不过秦王的女儿如此粗俗，倒也不奇怪，也算家学渊源。哎呀，是如此无礼！那你们家欠人钱，也算家学渊源吗？我永安侯府家大业大，何须欠他人钱？郡主从哪儿听的谣言？侯府勋贵不知底蕴几何，怎会欠钱不还？乡野长大的野丫头，没什么见识，许是秦王看不惯我，心里记恨，因此才污蔑于我。您不知啊，原来是他们家早已哦，原来你家很有钱啊！那为什么要叫你夫人向我父王要钱？休要污蔑我家夫人，凭空污蔑命妇，按罪当处20大板。永安侯，贵夫人已不是命妇，再者，我们郡主的品级更高，就算她说2句，也断没有挨板子的道理。毕竟君臣有别。本侯自知何为君臣，往日君夺臣妻，本侯不予计较。可我家夫人饱受秦王纠缠，险些被迫自尽。哼！今日你秦王府竟还敢污蔑本侯！是啊，是啊，秦王隔三差五就找侯府不快，不是第一次找侯府麻烦了。以秦九州的人品，在女儿面前抹黑侯爷，实在太正常了。说的也是啊。是啊，饱受我爹爹逼迫，险些自尽。这几日我查了秦王府的账本，倒发现了一些趣事。你给我打烂他的脸，看看究竟是谁抹黑谁。好嘞。永隆27年7月，送永安侯夫人血玉镯1对，珍珠宝石头面3套，银票5000两。6月，送永安侯夫人浮云锦10匹，东珠1匣，银票7000两。5月，送永安侯夫人胭脂房1座，和田玉佩5对，就是太银票5000两。够了！我家夫人傲骨铮铮，从不为权势折腰，怎会拿你秦王府的东西啊？若你再敢污蔑我家夫人，本侯必定会告上御前，便可分明。好呀好呀，还可以请苍天辨中间。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可愿先发个誓？你夫人若拿了秦王府的1分1毫，就叫你脚底生疮，脸上发僵，这辈子都没法一统侯府。这野种竟敢如此羞辱本侯！今儿不打烂你这狗男主的脸，我就不姓温。哼，侯爷怎么不笑啦？是生性不爱笑吗？哎呀，你的脸上已经发僵了，老天有眼了。陈安郡主拿莫须有的账目，就想让本侯认账，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？账目里的有些东西千金难求，要想查来源也很简单，比如说浮云锦、东珠，还有您腰间的那块羊脂玉佩，这可是我们王爷精心挑选的。切不可此时中了这些小人的奸计。哼！本侯坚决不信，我家夫人那般清高自傲的女子，怎么会要你秦王府的东西？秦王府所出之物具有票据，永安侯和大伙若是不信的话，一查便知。比如说胭脂房的更名，后面的更名都要跟官府备案。哎呀，这件事情好像是府尹大人亲手操办的。府尹大人，对，城东的胭脂坊从前是秦王府产业，5月时变成了永安侯夫人的。
没想到永安侯夫人私下里竟然接受秦九州如此重的厚礼啊！对呀，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平时还说秦王强迫的，都成永安侯府平时牌面阔气，接着花的秦王府的钱，真是明明是秦九州心甘情愿的，如今竟教孩童将此事挑出，算什么男人？我们王府大气，今日也不是来问你要债的，只是父王以后要养我，我很费钱的，恐怕没钱给你夫人了。你能不能叫他别问我父王要钱了？巧言令色！秦王爱而不得，竟叫你个小娃娃来污蔑本侯夫人，手段当真下作。你看在你年纪轻轻的份上，本座再给你一次说人话的机会。屈尚书，您来做个证。永安侯夫人先为楼仗势欺人，赔礼道歉的到底是永安侯，还是我们家王爷？屈尚书，你说的。秦王的赔礼十分厚重啊！还有这种事情啊？这不过是秦王一厢情愿的赔礼，本侯与本侯夫人一概不知。别走啊！我还没说完呢，记得还钱啊！秦九州，你够狠！你觉得很有意思是吧？不知你在说什么。今日长公主寿辰，本王不想与你一般见识。哼！为何他们的眼神如此恶意，盯着本王看？这孩子又发癫了，还是当众唱歌开演唱会了？难道他刚刚拉拢人来，准备一统天下了？微臣还是太单纯，太善良，太要脸了。互不侍郎，其为人之贪，隐蔽之厚，世所罕见，何故让他觉得自己单纯善良？秦王殿下，你受过那么多委屈，竟还能对外界的讽骂保持缄默，当真是品行高洁，有情有义呀！是老臣轻看了你。李大人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老臣该死，老臣有罪呀！老臣有罪呀！老臣有罪呀！错怪王爷了！有罪呀，王爷！老臣有罪呀！夫人，王爷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莫不是又与秦九州打架了？他纠缠我已久，甩也甩不掉，你无视他就是了。哼，他约你，不是你约他吗？你这是做什么？甩我送你的玉佩？这个玉佩是秦九州送你的吧？你不是自诩秦九州是你的狗吗？说他纠缠你吗？你可知那个野种今日当众向我要战，将你拿过秦王府的东西当众念了出来。当众？现在全京城上下都知道你人尽可夫，我永安侯戴了一顶天大的绿帽。
睫毛都是秦九州的奸计，熬夜默许都是秦九州使计，想让我们夫妻离析。清算一下，夫人，拿了秦王府多少东西？首饰与古董直接还，铺面等物等价交换，一分一厘都不能少。奴婢这就去。不，都是秦九州硬塞给我的，你可见他有脸要回去？收他的秦王府还缺这点东西吗？还回去倒显得我们小家子气了。你可知他们怎么说我的？一个连妻子都养不起，衣食住行都要靠秦九州的软饭孬种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让秦九州澄清此事，否则你这永安侯夫人的位置就别坐了。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不是说这辈子秦九州只会当我的狗吗？他怎敢玷污我名声？系统，你说话去哪儿了？秦九州最疼韩哥，你去教教他该怎么说。对，还有韩哥，秦九州对韩哥视如己出，定会帮我。小郡主一席话，就让永安侯府的人连夜把东西都送了回来，这和直接打王爷的脸有什么区别？所以，你们将本王与西青这几年的私下往来全部公之于众了。小样，被本座神秘莫测的手段迷得找不到北了吧？不仅尽数追回了王府的损失，现在所有人都在骂白皙青厚颜无耻、水性杨花，可怜你痴情错付，被耍得团团转。不好，王爷失控了！血雨，快！小郡主，快跑！等等，小群他发疯了。王爷是手伤人，小郡主别怕，他只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我会保护。好酷！你的。就是这种气场，抬手间翻云覆雨，灰飞烟灭，这才是大反派的牌面，王霸酷炫的气场。小群啊小群，终于有点反派的样子啦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哦，是药，给我药，小郡主，我也要。这是药，这不是糖。本座知道，糖这种平平无奇的东西，怎么配本座吃？本座就该吃这种酷炫的药，来了吧你！死嘴会月呀！我的药吐出来！王爷，王爷很久都没这么发疯了。哎，王爷，永安侯世子来了，放着我来，把他给本座扣下，叫白皙青来赎人。让他走，立刻让他走！你敢！小郡主，乖，您就让让王爷，下次奴才一定会把人给扣下。秦九州，你别不知好歹，那个白皙青连吃带拿，还对你不好，根本就不是一个好东西。我只不过忍不住给他点颜色看看，以后等我当了女帝，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。放开我！你若不让人将那侯府世子擒住，我现在就拔光你的毛，叫你做和尚去。来吧，
儿们，带我去会会那个小世子。秦王叔怎么还没到？王爷现在不方便见客，还请小世子先回去。秦王叔有事吗？那我先去后院玩会儿好了。世子，王爷的意思是先送您回永安侯府。什么？王叔没让我留下？狗奴才！你是不是骗本世子？住手！敢打本座的人，大胆！王爷，小郡主人呢？小郡主在前厅，去见世子了。坏了，韩歌人那般单纯，莫要被软软欺负了去。王爷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小野种啊！世子慎言。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对本座这样说话了。小东西，你很有胆量。你说什么？哼，你不会是在欲擒故纵吧？本座已经有小野猫要去收拾了。你这样的还不够格引起本座的注意。怪不得寿康姐姐说你是个野丫头，乡野长大的贱民，还真是粗鄙无礼。你这个野种，敢踹本世子！管你野不野，本座对你没兴趣。你只需记着，管家爷爷是本座罩着的人，方才你对他不敬，便是打本座的脸。颤抖的小东西！秦王叔竟纵容你这个野种对本世子不敬，他若不压你这个野种磕头赔罪，就休想我再踏入这王府半步，也休想再见到我娘。要是我爹爹把我绑了去，你想如何又能如何呀？到时候我定找家丁刮花你的脸，扒掉你的衣裳，将你吊在城门上，供人鞭打取乐。到时候我定找家丁刮花你的脸，扒掉你的衣裳，将你吊在城门上，供人鞭打取乐。世子慎言，郡主是圣上亲封的承安郡主。郡主又如何？别以为进了秦王府就能煽情变凤凰。你这野种，在民间挨饿受冻之时，秦王叔随手送我的奇珍异宝，哪一件不够买你这个小贱人10条命？我爹送你的金山银山，不过是瞧你母子可怜，你当真把施舍当恩宠啦？胡说！他是我娘的狗，亲口说过愿将王府基业赠予我。小世子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当然是我娘教的。她说秦王叔蠢钝如猪，活该。再让我从你的嘴巴里听见半句侮辱我爹爹的话，小心本座撕烂你的嘴，剁了你的舌头！你若真敢动我，秦王叔定然将你逐出府门。秦王叔对我娘亲唯命是从，是绝对不会放任你这野种碰我一根毫毛。是吗？父王，你说谁是野种？王叔，王叔是何时来的？无妨，就说被这野种激得口不择言，王叔速来讨物。王叔，我好想你啊！你不是想要见我？现在见到了，请回吧。王叔，方才这野种对我出言不逊，你不为我做主吗？做主？做你母子口中蠢钝如猪、任人宰割的主吗？王爷总算是看清这白眼狼了。是这野种与我争执，我才口不择言呢。温软是圣上亲封的承安郡主，
论尊卑，你以下犯上已是大不敬。论亲疏，温软是我女儿，她说什么做什么，自有本王护着。这便宜爹护其短啦，还真有几分样子。来人，请世子回府。王叔，你忍心伤我，就不想再见到我娘了吗？别再拿你娘威胁本王！走。糊涂爹彻底看清了这白眼狼，可算保住棺材本了。王爷，没事吧？本王这些年是不是从头错到尾了？本王这些年是不是从头错到尾了？王爷，我听了西青的话，不再想要执掌政权，反而扶持了太子，换来的却是嘲弄、践踏。本王厌恶一切虚伪的话，本王压下心中的暴虐，放过所有人，可他们却从未放过本王。王爷，王爷，若天不公，便捅破了内天；若地不平，便踏平了内地。若有人对你虚情假意，便撕了他的假面。子不教，乃父母之过。方才那小子是如何羞辱我秦王府的？你亲眼所见，你自己甘愿俯首，难不成还要王府上下陪你一起作梗？王爷这都没疯。本座有一计，等些许时日，待本座配好足量炸药，便陪你登上乾云殿，炸平一切虚伪。还有百姓，本座也有一计，可控制禁卫军，掳走家家户户至亲的最虚伪之人，体弱者悬吊于城墙之上，强壮者派去边疆，挑起邻国开战。届时，你所厌恶的天下即刻变成火海。小郡主的阴狠歹毒，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天下无人能及啊！王爷这种神情，不是要被策反了吧？天下人都要没那么对不起我。害了你的眼，杀之又何妨？那些骂你的、算计你的、嘲讽你的，那些虚伪又可恶的嘴脸，你就真不想叫他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？只要你想，本座就能帮你。现在告诉本座你的答案。现在告诉本座你的答案。对，就是这样，3分凉薄，7分不屑，反派毁灭世界之前独有的目光。不要怕，勇敢告诉本座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，本座永远与你同在。你有病！这是什么暗语吗？啊，对，你的提议很棒，或许我们可以制造一场瘟疫，毁灭世界。小郡主，王爷应该是问你，真的有没有病？病？本座没生病啊。收起你那丧尽天良的念头，本王还不屑与你为伍。你懦弱，你无能，被人欺辱至此，却连反抗都不敢。你这种正道败类，简直是我反派之耻。昨再问你一遍，本座的计划成还是不成？本王觉得世界还是很美好的。小郡主息怒，息怒，本座不生气。亲生的，亲生的，再气，本座也是亲生的。秦九州对汉哥从来都是有求必应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明明已经夺了女主的气运，我应该花团锦簇，众星捧月的，为何现在连最听话的棋子都脱离掌控？
秦九州身边好像有能刺激神志清醒的东西。秦九州身边好像有能刺激神志清醒的东西。到底是什么刺激了秦九州神志清醒？我该怎么控制住他？秦九州为什么脱离设定，原因未知。但10年前，真正的白溪清救秦九州时，血落到了玉佩上，那玉佩沾了真女主的气印。只要让他看到那块玉佩，我便能继续刺激他，迷惑他的心智。对，玉佩。还有玉佩能击秦九州，秦九州，你存在就是要为我铺路，我绝不允许你逃出我的掌心。秦九州，不行，今日早朝我得跟你一起去。带你去琢磨怎么着把皇上的龙翼给炸了。上次我在长公主府，让太子和萧景颜面扫地，他们岂会善罢甘休？今日早朝定会在老皇帝面前泼进脏水。这老糊涂独自前去，岂不是任人宰割？收起你那些弯弯绕绕的小心思，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。看好郡主，若是让他溜出府门，唯你是问。小郡主息怒，王爷想必已经有所警觉，不会像往日那般任人摆布了。光警醒有什么用？暗箭难防，想办法让我进宫。郡主，宫禁森严，没有传召，属下实在没法子。追风，我记得如今的皇后娘娘是不是已故元后的亲妹妹？论起来是秦九州的亲姨妈。元后难产后，她就毅然决定进宫照顾元后，只是为了保全长姐的最后一丝血脉。皇后娘娘是个极好的人，只是有点……这就对了，大大的友军，本座是时候发展宫内的势力了。周哥，我本不欲辩解，清者自清，可他们污蔑的不只是我，更是借我之名践踏你的一片真心啊！青青，当真如此吗？你让我成亲，全然只是为了我吗？周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如今我已无人可依，只有你。如今我已无人可依，只有你。往日你每次落泪，本王就仿佛天要塌了。本王觉得是本王无能，才让你受尽委屈。再让我从你的嘴巴里听见半句侮辱我爹爹的话，小心本座撕烂你的嘴，剁了你的舌头。我如今看着软软，本王才觉得，他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，尚敢争一争公道，而你用安侯夫人，却说自己无人可依。秦九州果然是变了，难道你忘了我们的旧情？你忘了我也曾为了救你，
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，是本王欠你的，本王会补偿的。那野种已经影响了秦九州的心智，必须尽快斩草除根。父皇，儿臣为永安侯夫人所做的一切，皆是心甘情愿，并无他人唆使引诱。永安侯夫人惧于儿臣身份，不得已收下那些东西，一切都是儿臣的错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说这自不至此，真是将狗字刻进了骨子里。儿女情长，不堪重用。朕偏信流言，偏信了九州一厢情愿，对白西青强取豪夺，可到头来，朕的儿子才是被耍得团团转的那个。唉，白西青如此对周儿，太子当真不知？父皇这般神色，定是对秦九州彻底失望。秦九州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父皇明鉴，皇兄一定是情之所至，并非有意胁迫永安侯夫人，请您念及骨肉亲情，网开一面，就此接过吧。太子，你当真认为此事是秦王之错？陛下，是微臣治家不严，请陛下降罪。你既主动认错，便罚俸3年，卸去身上所有差事，回府静思己过。所有差事，京郊大营的兵权，请拱手让人。陛下向来只罚秦九州，从不责问侯府。难道秦九州背地里给陛下上了药啊？父皇如此，等于折我一臂。父皇这是要偏袒秦九州。父皇，永安侯夫人行为不检，品行不端，不堪为臣妇。父皇，不可！若下旨叛离，亲戚定会活不下去。蠢货，生之必捕。既如此，就让皇后赐下教导嬷嬷，让她好生学学女训、女戒。另，永安侯老夫人教习不严，褫夺诰命，皇后一旨申斥。白守义教女不善，降职3级。白家子女，男不得从军入仕，女不得入皇宫王府。永安侯府如是。那韩哥，父皇对秦九州仍存父子之情，秦九州不能留了。秦九州，你真搞，又为了白西青求情。秦九州，你真搞，又为了白西青求情。小郡主怎么来了？本座来见见姨祖母，路上听见大臣说你又为白西青求情，本座就来看看。不过听说白西青和萧景全家遭老罪了，怎么你这张脸在大皇帝面前不好使啦？回家。不嘛，我还要见姨祖母。皇后好歹是小郡主的亲姨祖母，哪有过家门不见的道理？早朝好多结交人脉的机会，你不想炸皇宫也就罢了，难道连一统……闭嘴！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想出师未捷中道崩殂吗？王爷年少轻狂时，也没少说过抢龙玉的混账话。什么让王爷变得如此谨慎？是这小郡主的恶毒？去坤一宫吧。像，真像。长姐便是如此模样。是长姐来看我了吗？如此看来，我与那元后有8、9分相像。长姐，你终于肯来看我了。素素想你想的好苦啊。
素素，乖，我在。乖，我在。擦擦眼泪，我还没死。胡说什么？你是没死，可是也差不远。太子如此，恶毒狠辣，必须斩草除根才罢休。尤其你还有了后，眼下的局面，皇上如此喜欢软软，他们怎会罢休？可恨，本宫也不能帮衬你们什么。唉，至今连管辖六宫之权都没能收回来。管辖六宫之权在谁手上？在冯贵妃手上。那个狐妹子只会迷惑皇上，害得本宫堂堂正宫皇后有名无实，还要受她一个妾的管辖。哼！岂有此理！软软不气。从前是本宫不作为，但如今有了软软，本宫拼也要为你拼个前程出来。没想到这个皇后，比秦九州有前途多了，自己知道搞事业。只需本座再多加点拨培训。皇上驾到！臣妾参见皇上。皇上下朝了，瞧您唇边有些干燥，来喝杯茶润润。玉嬷嬷，怎会如此？本宫把坤一宫围得像铁桶一般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，怎会有毒药混入？素素啊，这把也不是非拼不可。等以后本座收编了幼儿园，再给你管理。练练手吧。说大皇帝不会误会素素要弑君吧？惨了，现在还不到本座能屠龙上位的时候。这种事不是第一回了。坐没坐下，仪态规矩都学到哪里去了？有娘生没娘养，素来如此。我可怜的长姐，九州这孩子苦啊！臣妾又何尝不是如此？臣妾一个堂堂正宫皇后，无权无势，还要被一个小妾辖制，外头不知如何讽刺我，连累了九州这孩子也被人耻笑。说到底是臣妾这个姨母无能啊！就差骑在大皇帝脸上说自己想管辖六宫之权了，知道要秦九州做法子，但怎么就不能多动哪怕一点点脑子呢？唉，软软怎么了？是不是糕点不好吃？房主，让御膳房重新做到小郡主满意为止。不用了，本座只是有些乏了。说要一统天下，就必须与宫里里应外合。素素既想要夺回管辖六宫之权，本座就一定要帮素素。太子爱吃屎，我也不知道他娘亲有没有这个毛病。青龙，你也不想叫人知道自己的贵妃爱好特殊吧？他刚才叫朕什么？宛如长姐在世。管辖六宫之权，还是留给真正的六宫之主更为妥当。本宫会与素素一起管，您就放心吧。软软是神童，有软软这样的小人精盯着，统辖六宫之权就交给皇后吧。
谢皇上。这个孩子，怕是只会搅得皇宫里天翻地覆。不过，要乱也是皇宫乱，关秦王府什么事？太子此次偏帮永安侯夫妻，实在是不像话，是该好好教训一下。王府在，即刻拟旨永安宫。奴才这就去永安宫向贵妃传旨。很好，庆龙深得本座心意。本座？是谁教你这么称呼的？本座生来便会，这是权力的象征，实力的体现。天下再没人比本座更配如此自称。六殿下觐见。父皇、母后、大皇兄，软软是吗？我可想你好久了，只是上书房功课繁重，竟不得空出宫看你。皇后这个大号废了，小号看起来还不错，无妨，只要你有这份孝心就好。你跟我来，走。你对秦九州是何想法？是大皇兄，也是我在宫中唯一血脉相连的亲兄弟。这皇宫人人可怕，厉鬼如冯贵妃母子，大猪蹄子如父皇，只有大皇兄监视可靠。素素这教育还是搞得很好的，不枉本座将他收编。不过依本座看，秦九州对你十分不耐。大皇兄生性如此，我理解他。他对白皙青那舔狗样，你没见过？你就当真甘心屈居人下？凭什么是你渴求他的垂爱呢？不要急着拒绝本座嘛。秦九州太不普通，秦贤年纪小又意志不坚定，很适合当本座上位过程中的傀儡。想想，若能将秦九州囚禁，由他来渴求你的垂怜，那该是何等快意！同为嫡子，你不过是晚出生几年，凭什么就被他压一头？妹妹，如何？只要与本座合作，你便能拳打使太子脚踩秦九州，登上什么？妹妹，我刚刚就想提醒你了。囚禁本王，脚踩本王，想不到竟看不出你志向如此远大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胸无大志吗？简直枉费本座培养你的一番心血。能与凶悍的大皇兄如此叫板，妹妹还是有点东西。放肆！快放下软软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怎能如此粗鲁对待？简直不像话！父皇啊，你知道你口中的孩子在惦记你屁股底下的龙椅吗？妹妹，等等！我已经禀明父皇母后，去秦王府小住几日，与妹妹亲近亲近。父皇怕大皇兄再虐待妹妹，这几日我都陪妹妹玩。谁跟你哥哥妹妹？软软若叫皇叔，总觉得叫老了我，还是叫哥哥好些。秦九州，西青，他怎么又来了？西青，今日父皇震怒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你还好吗？就是现在，只要秦九州当众表现出对我情根深重的样子，流言必然不攻自破。秦九州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心思，不就是盘算着等我被永安侯府厌弃，再强娶我进门吗？西青，你怎么会如此想我？我从未如此想过。你最好不要肖想，我与萧景夫妻恩爱，必定白头到老，即便是死，也不会委身于你。我已经容忍你多年纠缠，容忍你以朋友之名留在我身边，你还不满足吗？
秦九州，算我求你，不要再喜欢我了，行吗？怎么回事？我的头好痛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不对劲。什么？你看见没？刚才秦九州第一眼看到白皙青，眼中3分诧异，3分惊愕，唯独没有半点深爱的痕迹。甚至在开始说话时，也像普通朋友一样生疏。怎么被白皙青一激，忽然就变得要死要活，一脸舔狗样？着实奇怪。秦九州明知白皙青把他当狗，还上赶着当狗，着实奇怪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在刺激秦九州。秦九州是抖 M， 着实，哎，不对，抖 M 是何东西？如果这一巴掌呼秦九州脸上，他是否会以本座马首是瞻，奉本座为王呢？成了。秦九州，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，我是死是活，都与你无关。他们怎么突然这样了？青青，小秦，你下来，本座跟你说点事。小秦，感觉怎么样？没有用，打错边了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你有没有感觉很振奋，很想臣服于本座脚下，为本座开疆拓土，俯首称臣，完成霸业，一统天下？成了，秦九州就是抖 M， 早知道一巴掌就能成事，你还折腾什么？原著作者也太拿我当外人了，嘴真严呀！快告诉本座，除了京城400暗卫、1000府兵，京郊4000死士，你还有哪里藏了人马？调动的令牌又在哪里呀？只要掏干净他的底牌，完成霸业将指日可待。先带兵铲除太子府，杀男主，夺女主。吹风告诉了你不少东西啊。秦九州，你有在听我说话吗？妹妹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秦九州这个孬种，就没捏死这个野种。秦九州，你在无视我吗？这大庭广众的。青青，抱歉，我有急事。答应你的事，我会替你夺回诰命。恬不知耻，急不可耐，在宫里就纠缠秦王。是啊，秦王不假辞色，最后才在他的纠缠下，才不得不说为他拿回诰命。秦王跑得像躲瘟疫似的。差一点就成功了，必须尽快动手杀了这个野种。从今日起，本王教你们读书。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王爷从前最不屑的便是这种伪善之言，谁敢与他谈论向善怀人，骨头断了都是轻的。这人呐，长大以后果然会变成自己最讨厌的人呐！哎呀，何谓仁？子曰：爱人，亦为善待他人。
爱护他人。善待他人，爱护他人。爱护他人。停下干嘛？差点就能睡着了，真不懂事。在本王回来前，谁能把这个解开，上黄金100两。妹妹已经掌握王府仓库，何必在乎区区100两？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放肆还不放开本座的黄金100两！他的不够是软软。小心！小郡主竟能叫王爷以身相救，好酷！这才是狠厉无情、暴虐嗜血的大反派。你怎么出来了？这锁我已经解开了，听到外面有动静，就自己出来看戏了。刚刚请九州是为了保护本座，你受伤了。皇兄，你流血了。不是本王的血迹，小小之辈还不配伤到本王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若是不说，本王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是萧景，还是太子？二九，怎么是你？王爷不是派你去保护永安侯夫人了吗？属下宁愿死，也不愿被那毒妇差遣对小郡主动手。可他竟给兄弟们下毒，还掳取我们的亲眷，属下身不由己啊！什么毒妇？说清楚！是永安侯夫人，她逼我们来的，荒唐！竟然用王爷派去保护他的人，反过来刺杀小郡主。不可能，他既是教宗，也绝不至于如此歹毒。本王不信，将他打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是。都到了这时候，王爷怎么还偏帮永安侯夫人？王爷，您当真不为小郡主报仇了吗？啊，追风，你不许为难小琴。王爷，本王会查清楚幕后真凶。小琴，你不必勉强，无论你选择护着谁，我都爱你。爱，一个6岁的小玩意儿，什么也不懂，还敢说爱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这仇必须得报。妹妹要派人去杀永安侯夫人，笨，收拾一个后院妇人有什么意思？擒贼先擒王，要动就先动太子，扳倒太子才是真正断了主角团的靠山和臂膀。你想不想把太子给发卖了？发卖太子？夫子曰：君子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玉府，难道你想眼睁睁地看着太子和他身边的阿猫阿狗，将来骑在你和你母亲的头上作威作福吗？本宫被冯贵妃那毒妇害得险些丧命，多亏了你大皇兄舍命相救。日后你定要以你皇兄为尊，保护你大皇兄，知道吗？妹妹想做什么，维修都拼死相助。这觉悟
不愧是素素家的好儿子。工作的时候称职务，从今日起叫我王。小郡主竟然把六皇子也招安了。如今我们需想想作战计划，怎么贩卖太子。小郡主，太子出行戒备森严，不宜近身。这都不是问题，只是需要我们周密的计划和部署。过几日是隔壁王太傅寿辰，太子必定亲临。啊，王太傅，朝中重臣都会去。王太傅是皇长孙与寿康郡主的老师，地位超然。王爷，根据2九的线索，我们查到当年追杀瘟疫、拦截瘟疫信件的都是有安福夫人。为什么？怎么会是亲情？就是这儿。大家随意。烈酒和蒙汗药都准备好了。备好了，但皇长孙惊得像猴，寸步不离守着太子。你武功怎么样？能搞定他吗？3七开，差距这么大。他使出3分内力，为兄明日就能过头7。没用的东西。王爷，小郡主好像又对太子不怀好意。他长着3头6臂，能捅破天不成？最多也就是上回长公主寿宴那样，叫太子颜面尽失。可是，让他玩，天塌了，本王给他兜着。父王，等着吧。小东西终于落到本座的手上啦！你要干什么？本座给你一次求救的机会，叫吧。这回就算你叫破喉了，也没有人会来救你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是谁要卖小相公呀？1000两。你这货看着不太新鲜啊！1000两太多了，最多500两。2000两。就这一脸酒囊饭袋样，老娘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个银枪蜡像头，虚的可以。600两，不能再多了。3000两。不行，就他这一脸虚样，也就这一张脸能揽客了。700两，你出去打听打听，看看谁家能给这么高价。4000两。你还来劲了是吧？老娘给你脸了，当你这是鸡窝里的蛋呢？也不看看他这孬样，配不配4000两？我配！5000两。成交。若就这么被卖去青楼，此事会成为挥之不去的污点。钱没了，你可得翻倍给老娘挣回来。说啥呢？好像是说走着瞧，他在骂你。敌人的愤怒、恐惧和绝望的芬芳，是本座成功路上最好的养料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好了，小郡主，皇上宣您入宫呢。所以你们卖了太子？现在外头情况如何？方才几位世家公子去清风馆
正好遇见被挂牌的太子殿下，那场面极其不堪。还有不长眼的将此事传出去了，现在外面都传太子好难封，秦温软，若想活着一统天下，就别认下发卖太子的事。人好多呀！不要脸的野种，你还敢来？父王，秦王说此举何意？是要当着皇祖父的面灭口我父王吗？本王再重申一遍，本王不打幼童，若他实在罪愆过分，便只能伤其父母了。我父王被温软卖去青楼，难道我连为父报仇都不行吗？皇祖父，求皇祖父为我父王做主，重惩温软。软软，太子说你卖了他，可有此事？被卖去青楼已经够丢人了，还告诉大家是被个6岁小娃卖的。莫说软软有没有这个本事，就算真有，太子无能至此，倒不如尽早退位让贤。温软的确没有这样的本事，可若有倚仗，便难说了。我父王至善至仁，是从不会防着自家兄弟此之。是啊，本座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我喜欢皇祖父，自然也喜欢皇祖父的儿子，便从未防着东宫。可我不害人，人却要害我，害死我们父女，对你们有什么好处吗？今日未时3刻，你在哪儿？未时3刻是什么呀？诬陷这样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奶娃，东宫也能干得出来？温软用软金伞迷倒了暗卫，身边还有6皇帝和秦王府的追风，东宫暗卫皆可作证。他们将儿臣绑去青楼，卖了5000两。禀皇上，微臣以为东宫暗卫皆为太子心腹，其言不可信。而那青楼接手太子之人，清风馆是户部于侍郎的产业，那于侍郎可称太子心腹，清风馆的人证也不可信。但凡熟悉些朝局的人，只怕都不会将太子殿下卖去自己人手里。秦九州，好心机歹毒的手段，竟反咬我一口！失策了，费劲巴拉的把太子卖到了太子家了。他吓着了。终究是个6岁的孩子，何曾见过这等阵仗，还要强撑着为自己父亲证明清白。父皇，儿臣没必要拿自身的清白去污蔑他，请父皇彻查。够了，他才6岁，他能骗人吗？你再怎么攀扯，也要有个限度。你不思兄友弟恭，反倒攀咬一个6岁的娃娃，所作所为不堪位居东宫。即日起，废去太子之位。父皇，这处罚太重了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自称东宫太子位以来，兢兢业业，这些年，这些年，你是如何与那白希清一起勾结你大皇兄的？仅仅只是废太子，秦九州这些年受的委屈也太亏了。敢惹本座的人，下贱的野种，你去死！郡主小心！郡主小心！这
是他先激怒我，我只是想吓吓他。吓唬？拿刀刺向6岁孩童的胸口，吓唬吗？皇上，皇长孙殿前行凶，请皇上严惩。父皇，求您看在骨肉亲情，求您看在母妃的面子上。住嘴！朕就是太注重骨肉亲情，才纵得你们无法无天。即刻起，废除太子一脉，褫夺所有宗室名号，贬为庶人，幽禁皇陵。冯贵妃教子无方，打入冷宫。如此才不枉本座的骨肉寄呀！这永安侯府都要被抄家了，你还要去找白皙卿？本王有事，要当面问西青。他设局害你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问的？夫人，快走吧！太子饲养兵马，勾结侯爷谋逆，圣上大怒，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我苦心经营多年，就盼着表哥登基完成任务，都怪那野种坏了我的好事。诸葛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告诉本王，是不是你追杀温衣母女？还有这些年构陷本王的种种罪名，是否都是你一手策划？是又如何？你还不是爱我爱到是非不分？你不是的，他不似你一般疾言厉色，更不会像你这般面目狰狞。是与不是，由不得你说了算。秦九州，你怎么了？是穿越者的系统，他在强行控制秦九州。秦九州，立刻杀了秦温软！大胆，秦九州，你想干什么？秦九州，你好好看清楚，本座是谁？等什么？杀了他！杀了那个贱人！只要有秦九州拥护我女主的觊觎，我便可以重新开始。怎么会这样？你是傻子吗？你怎么不杀我？本王的剑不会对准你。本座看清了，你对本座倒是孝顺忠心的很。本座一定会不遗余力
带你一统天下。啊！玉佩动了！你说什么？他还没死？白希清在最后一刻耗尽了所有的积分，意识逃逸到另一具身体了。你放心，他变成了一个乞丐，会渐如尘埃，永无翻身之日。他本就是穷困潦倒的扫把星命格，这才被我选中穿书，方便操控。穿书？原来女主是谁？是你父王和真正白希清。继续啊！按原剧情，白希清因幼年救过秦九州，两人相认后开启事业线，最终扫除一切障碍，二圣临朝，开启一代盛世。但真正的白希清被那异世孤魂害死，早就被顶替了。沈九州，去死吧！有事救本王的人死了。我也从来都不是恋爱脑，是那妖女顶着白小姐的名号控制王爷。王爷这些年过得太苦了。那为什么假的白希清不直接和秦九州在一起，倒搞一套曲线救国，选择萧景？你刚刚看到了，秦九州宁死也不愿意杀你。他的意志力太强，我无法吸取他身上的气运，这才扶持男配萧景上位。你想绑定我吗？我能给你至尊之位、天下权势、荣华富贵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。不想。再不找到宿主，我就完蛋了。不过，本座想到了一个让你活下去的机会。你想成为万统之王吗？本座可以帮你。你知道的，天道都不能拿本座如何。本座有这个能力，助你完成心愿。权力、地位，本座都能给你，只要你诚心归降本座。秦温软。放肆！本座可是救了你一命。站在远处的温软，你别跑！还家人，给我站住！心常会只因你想我。让你看看谁是爹，一直在你身边。父王，你人真好。我的心如此的本王的剑永远不会对着你。等候我。救命啊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承安郡主天资聪颖，慧侠仁厚，身消朕功，着册封为皇太女，正为东宫，以固国本。大皇子秦九州为摄政王，钦此。如今这大周盛世，便由本座来重塑乾坤。软软，这大周的将来，皇祖父就托付给你了。众爱卿平身。臣等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祝皇太女殿下千岁金安。